好，陈顺宇说，本来今天赵建明要带女的大学生出国，然后赵建明说赶快取消行程，把他的好兄弟带着一起去，就男的啦，然后呢，今天现身机场了，要飞到越南去。那记者问他都不讲话，当然他讲什么呢？讲什么都会变成新闻嘛，所以没有看到说陈信宇讲的这个女大学生。那同行的男生劝媒体说不要再拍了啦，不要再拍了啦那另外呢，这个赵建明帮他的那个女护士庆生的照片也曝光了。那陈信宇说呢，拿走小孩子2300万的教育金所以呢，陈信宇为这个事情崩溃，觉得说不应该把孩子的教育金都拿走，因为说这是陈信宇自己当牙医辛苦存的钱，700万、800万、700万。这个给孩子的教育金，然后赵建明说你不懂理财了，光存定存没有，我帮你去理财了，就把钱弄走了那另外呢，这个赵建明诊所楼上就住了这个许姓女护士说是赵建明妈妈5年前用2000万买下的，然后呢，赵建明就租给这个护士那所以陈信宇说我也很恨，我也想去查，但是呢，诊所的这个保安非常严密。我根本就拿不到证据嘛那另外呢，陈信宇跟护理师还有对话有对话在这个地方刚刚讲这个房租那这个许芊芊说，当时是赵妈妈跟我谈好承做的事情1个月1万块加管理费6000块，而且呢，诊所有事情我要帮忙那另外呢，他说赵建明曾经跟他表达过好感，但是呢，他表示自己已经有稳定的男友，后来也结婚了。赵建明就没有再去跟他怎样了所以他跟赵医师之间从来没有男女关系也没有介入你们陈信宇的家庭所以呢，也许你有误解啦等等那赵建明被关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去探监过没有去探监所以他意思这个护士一直说我跟赵建明只是医生护士关系啦，不像你陈信宇想的啦那另外呢，赵建明一个 Threads 账号说被翻，说都是色情按摩这些。那陈信宇说他就是多线了就是多线进行了不止一个护士了那 Threads 是线了那另外呢，这个说赵建明的感情是多线发展。陈信宇就说赵建明带女生去意大利玩10天，我能够不气吗？我能不气吗？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如果说你不气嘛，如果是你的话，你老婆不会拿刀 K 你吗？意思说我已经很客气了那另外呢，这个说赵建明对陈信宇长期冷暴力太太跟孩子赵建明曾经抱怨，我娶你陈信宇也没有什么用你也不能保护我，害我还被关那说陈信宇最想要的是一次全家的旅行本来说想全家到冰岛去，结果也没去那没有能如愿了那另外呢，赵建明抱怨嘛，说你们扁家都不能保护我所以呢，赵建明2023年假释出狱以后，夫妻关系已经降到几乎是冰点了所以赵建明长期对陈信宇都非常冷淡了那另外呢，这个陪赵建明出国的朋友被陈信宇认出，说他们当时一直关在监狱的，关在监狱里面互相交换各种意见感情说他们的感情比跟老婆的还好我等20年想一家出国，就他居然跟狱友出去了。然后呢，赵建明从监狱回来以后就不爱我了所以赵建明一定觉得说他这个关监牢，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他是认为说监牢是陈水扁害他被关吗？如果没有娶陈信宇，没有成扁家关系，就不会牵到台开案，就不会被关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建明显然心里也一肚子这个怨恨，说都怪陈水扁家，所以呢，等他关回来以后就不爱陈信宇了，就怪陈信宇，怪扁家了那另外呢，刚刚讲陈信宇为了他子女存了2300万被赵建明挪走了，说离婚以后赵建明也不把这个钱还回来那另外呢，账呢在赵建明手上账本，陈信宇说他说要投资，问他那你投资赚了多少钱呢？也讲不清楚那另外呢，柯文哲没来插一脚，说夫妻吵闹不需要搞到离婚。陈信宇说赵建明现在是恨整个扁家
赵建明恨扁家，也不知道为什么恨啊。你当时不娶了人家，现在恨什么呢？哈，那说娶了陈新宇也没用哦，抱怨陈水扁哦，然后呢说为了交换特赦，让赵建明被判刑入狱啊。那今天赵建明呢找警察到诊所去，说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而且我也是公众人物，不接受采访。你们现在采访害我们病人来这边看病都会被你拍啊，所以呢，保护病人隐私要警察来。我们看一下。17号一早5点多，赵建明现身高雄小港国际机场，身穿蓝色上衣，佩戴口罩，不过始终没有看见女大生的身影。一同出国的则是4名男性友人，面对追问仍然全程沉默。还是闺蜜呢？赵医师，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吗？神情凝重，快步离开。而5人搭乘的是7点半起飞的越南航空 VN581，将飞往胡志明市。而这一次，赵建明现身机场，仿佛是亲自打脸王姓主任取消出国一说。而赵建明除了爆出有女大生，还有年近30岁的红颜知己。对此，陈信宇早上也回应了。也有人看到他跟女大生最近去星光三月有一家很高级餐厅吃饭啊你说他有人说30-40岁，那可能另外一线呐。以前家里有老婆，他外面也是都多线呐，对啊。所有的小账撩妹那是他的，没错。没错啊，没错啊。陈信宇爆出赵建明从离婚前就拈花惹草，同时证实社群上的小账就是他本人，账号叫君灭，还曾发过自己的照片，时常在漂亮女子的贴文下方留赖要加好友，甚至对着陌生女子说离婚的时候告诉我。真的让我忍不了的就是许芊芊嘛，他楼上其实是赵建明的房子啦，当初是用赵妈名义的，听说有一个小三护理师包养在楼上。陈信宇透露，最大心愿就是跟赵建明出国，但始终未如愿，甚至为了追查赵建明这段不伦恋，花了他5年时间。我追他追5年了呢，她老公的名字在哪工作，我全部都查了。她后来从被关以后，她整个思想就是很仇恨我们家啊，对啊，他现在是恨整个扁家啊。陈信宇与赵建明的离婚风波持续延烧，对于任何疑问，相较赵建明的闪躲，还请有人po文，陈信宇选择直球面对。夏宇，为什么看起来按照陈信宇讲法说，赵建明恨他们扁家恨成这样子？陈信宇可以说是这几天声量最高的，所有的人都在 follow， 而且每个人都称赞陈信宇，从他身上的这个穿着哦，他背的包包，甚至他吃的鱼汤哦，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呢，大家都是讨论的话题。那至于他跟赵建明的过去恩恩怨怨，其实赵建明的为人，我想大家私底下也有很多的听闻。那不管当初的内线交易案，或者是当初他的父亲中介土地等等这些过去，我想都是这个赵建明他自己要去面对的，跟扁家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他可能认为说扁家没有办法保护他，这是陈信宇说的所以赵建明脱口而出说我娶你要干嘛？你也没办法保护我，你自己做的事情个人造业个人担，你怪人家那你娶陈信宇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包括当初他是不是被称为是一个陈世美，或者是还有女友的过程中，你又去跟陈信宇的交往，然后到陈信宇说他去关出来之后功力大增整个跟狱友的感情比跟老婆还要好还带狱友出国，这个陈信宇当然不能忍啊。那更何况你出来之后，还趁着陈信宇去参加小孩的婚礼，偷偷的搬家，然后分居，然后你看他说他追了5年多，他就是一直觉得说这个赵建明跟这个护理师之间有一些密切的连结，还带他去意大利出国，结果那个护理师说是员工旅游，但陈信宇只期待一次的全家旅游，却一直都没办法成行。可是你宁可带护理师去员工旅游，你连你的老婆、你的小孩受伤了需要诊治，你都不让他去诊所，你都要把玻尿酸带到家里来打所以陈信宇每天的爆料，其实都让大家知道赵建明的为人，一点一滴的公开在阳光下，让大家知道，这也是陈信宇转变最大的地方。过去他面对媒体都是你们要把我逼疯吗？现在他是侃侃而谈，谈笑风生，而且这个笑里藏针这个让大家看到说他如何现在可以利用媒体很有智慧的让大家知道赵建明的为人。你觉得他每天这样放一点料，每天放一点，他目的何在？那这当然就是要报复赵建明嘛，因为他也认为说赵建明在过去的这些虽然已经离婚了1年多，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讯息，但是他其实也
在这1年多给了赵建铭机会，让他可以转变，或者是让陈信宇觉得说可以放下，但显见他只有变本加厉，所以我觉得陈信宇觉得说已经留下了一些颜面，但你如果持续的变本加厉的话，那陈信宇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道赵建铭的私底下的真面目。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功女性在面对这个感情的挫折之后，她选择勇敢的站出来，而且让这个男生得到应有的惩罚。那我也觉得这是现代女性的一个智慧。陈信宇如果现在决定参加年底的选举，会不会赢？如果他在台南如果是选择王定宇那一区，因为王定宇说他不选了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上啊。不管是哪一区，其实他现在的这个大家支持他的这个声量看起来，我觉得他选哪里都会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陈信宇跟赵建铭开战，陈水扁连日说暗夜垂泪，而且跟陈信宇说爸爸对不起你，那这是在过去的一段历史了。2029年1月27号农历大年初2，陈水扁那时候关在土城，写给女儿陈信宇的一封信，说这几天夜深人静，陈水扁一读再读，眼泪不听使唤夺眶而出那就是他回想他当时关在土城的，他说：“信宇，爸爸对不起你。”他说那一段信当时在2009年1月27号信的是说，女儿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考上台大，所以呢，完成在荣总的实习以后呢，在长庚住院医师的训练以后呢，台大医学院呢鼓励他去，就教授鼓励他去考硕士班，所以他去念台大牙医硕士。所以那时候又要生孩子，生了孩子又要喂母奶然后呢，上学还带着挤奶器，回家一手这 AI， 这你看抱着孩子模拟的一个画面，还要打电脑所以呢，一手喂母奶，一手打电脑写硕士论文，所以爸爸妈妈不忍。但是没办法，读书是自己的事啊，你也不能帮他读啊。硕士班，所以念了3年半，孩子生了2个。当你穿上硕士袍，2个孩子安安婷婷都参加，分享你的这个苦读，终于毕业的喜悦，分享你的喜悦了哈。所以呢，这是陈水扁那个狱中的书《关不住的声音》第200页。所以信宇辛苦了，不管承受多少风雨，家人永远支持你。爸爸是疼爱女儿了哈，尤其陈信宇这个个性也很强所以陈水扁写这段回想起来，他认为说，而且当时曾经劝陈信宇不要离婚，说现在很后悔。陈水扁私下向亲友说，女儿到现在还怪我，为什么当时不给他离婚？说亲近扁家人说，陈信宇在30岁左右就动过离婚的念头，只是当时3个孩子年纪还小，加上陈水扁始终认为赵建铭本性不坏，所以不断劝他女儿再忍耐一下，相信赵建铭总有一天会回归家庭，所以呢，劝和不劝离，因为长辈达到这种劝和不劝离的态度了，所以陈水扁私下谈也后悔了，当时劝陈信宇不要离婚反而让女儿在不幸的婚姻中独自承受痛苦。陈信宇到现在还在怪陈水扁陈水扁说为什么当时劝离婚？说怕单亲家庭孩子会变坏，所以为了孩子要陈信宇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那结果呢？这个有人说这段时间陈信宇把自己形容如同跟幽灵住在一起，丈夫对家庭事务避而不谈，连出国诊所开幕都不告诉陈信宇，2个人就算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沟通，毫无沟通那另外呢，陈水扁感谢陈致中第一时间有挺姐姐陈信宇但是文章最后还怪陈致中你现在变胖了，要稍微控制一下，现在你看起来跟我一样大，就一样老的意思啦。陈水扁看起来蛮年轻的，所以儿子很多人说怎么看起来跟爸爸一样呢？而且我也会少玩手机，不要天天玩手机了陈水扁说对不起女儿，也害陈致中终身被剥夺参政权，因为犯过贪污治罪条例案的，一辈子不能再选了那另外呢，陈致中谈陈信宇说希望能够雨过天晴。那陈水扁最近怎么样？他说没有变坏就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小孩都是赵家的儿子孙子嘛，以后祠堂也是他们要拜啊，而且我儿子还长孙，对不对啊？那里钱对他来讲就没多少钱，他那么会赚钱，生意那么好，而且那本来就是我赠予给小孩在户头里面的钱，教育基金。对，然后当初因为他说我不会理财，我只会放在定存，他要帮小孩投资理财。对着镜头，大酸前夫赵建明周刊爆料，陈信妤多年来从事牙医工作，陆续替3名儿子存下共约2300万元的教育基金。大儿子有800多万，另外2人个别700多万。当初由赵建明以理财等理由代为管理，但儿子们都已经成年，赵建明至今没交出。是3个小孩名下没错，但是账户密码都是在他手上，就除非说他们要跟爸爸闹翻呐。老大有曾经问说，那你能不能跟我说，现在里面理财到底现在是正还负啊？他就每次都讲出来都前后都对不起来啊。公主与驸马没有童话故事的结局，金钱是否真为导火线？现实中的公主自己为母则强。梁永平，我先问你，陈信宇会不会选举？我刚刚问了嘉瑜这个话，因为大家很关心他最近一直报是干嘛？其实啊，他没有这个自曝离婚这一段过程呢，我本来认为他是不适合从政的，因为他的个性一点就爆。那样的情况其实蛮不适合做政治人物。可是看他这一次谈婚变哦，泰然自若，然后每天的处理呢，真的一点放一点，一点放一点，这深知啊，这种女性复仇大戏呢，是台湾所有不管戏剧还是新闻的收视保障。所以我就觉得陈信妤变很多，那是不是他的心态调整？所以我比较沉稳了。对，所以我不排除他可能会选得上吗？当然会选上。那再加上呢？你看陈水扁都说对不起，陈志忠不能参政，现在女儿可以了。是，而且陈信妤这次呢，他不是只是对于陈志忠啦贬家的问题，他变成是一个女性的处境象征，因为大家会想。你当时是被戏称为第一家庭，觉得那个当时他跟赵建明的婚礼还叫做世纪婚礼，大家还记得吧？当时他的什么礼服各方面，哇，也是我们政论节目讨论的一堆，这样子像同王子公主般的婚事。当然后来赵建明因为也贪心，也卷入案子，如何，可是你总是看到他现在描述的这些细节，跟今天台湾许多还困在苦难婚姻中的女性那种大家的投射感，而且大家会觉得，就像刚才嘉瑜讲，大家会觉得陈信妤你很勇敢你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没面子，尤其是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女性专业人士。她只要婚姻失败，在婚姻中被丈夫劈腿、外遇，或者是被虐待，她会很不敢讲。她不敢讲，她会觉得说我真的很没面子。我这样的一个也不是书读的不好、没有工作能力的女性，我这样拉开，我在暴露我老公一些短处的时候，也显得我很没用。可是今天陈信妤打破大家这个迷思，因为陈信妤比什么人都有名啊。对不对？台湾你只要想想看，有个女的，如果她愿意完全不顾情面的出来揭短，她也可以短暂变名人啊，她的话题也会被讨论。可是陈信妤本身就是一个大名人，大家又从她年轻，她一路生小孩，她的那个小孩宝宝上幼稚园的时候，我都还有印象。这样子现在走到大学毕业，所以大家对她的这样的投射跟她的这个事情呢，我相信这个事情会给大家很多的启发。那至于呢，刚才也谈到说赵建明如何恨扁家，有一个说法是说赵建明可能有人去跟他咬耳朵，或他是真的这样认为，说他之所以会去坐牢呢，是因为要阿扁拿他去换特赦。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赵建明从头到尾在跟陈信妤的婚姻，在他的涉案来讲，从这些细节如果是真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他毫无反省能力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赵建明跟赵玉柱，就赵建明的爸爸那个案子，当时起诉跟判刑的时候，法官最喜欢讲的4个字叫借势借端。
就是说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得到内线交易，为什么会去做一些很夸张的行径，就是因为他们攀了扁家嘛。如果他不是攀附扁家，他不是得到这个权势，他如何来借势借端的犯罪呢？那你是借势借端的犯罪，然后你今天要认为这个扁家要保护你，不让你入狱，这简直莫名其妙嘛！你自己贪，你做负心汉，你明明有女朋友，看到是陈信瑜跟他相亲，就要攀附过去，然后对他整个婚姻冷暴力，不理不睬。然后陈信瑜甚至讲到，我真的看了，我其实也很难过。他说他卑微的想要一个旅行都得不到。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呢，我其实还蛮乐见，如果陈信瑜要参选呢，我们也会给他祝福。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陈水扁说连日都是暗夜垂泪，想到女儿哈。一方面呢，女儿呢30岁就想要离婚，陈水扁劝她不要，以和为贵，而且怕万一这个家庭不美满，孩子会变坏想到孙子外孙，所以呢觉得这个让这个陈信瑜呢等于20年过着幽灵般，等于没有丈夫的生活了哈。说爸爸对不起你哈。那陈致中陈水扁感谢陈致中说支持了他姐姐，我们看一下。请问2300万的教育基金会不会这样关心这些小朋友？最近考不回来。谢谢大家的关心哈，今天就讲民调。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周一召开民调发布会，但媒体关注的是扁家家务事，陈致中全程跳针回应，尤其被问到。姐姐很多年前其实就有过离婚的念头，但是当时爸爸是劝她说，就是再忍忍，等丈夫回头这样。今天是民调的记者会，作为家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好，那也希望雨过天晴，雨过天晴。心疼儿女表露无遗。来，那施宝生怎么看？这个看到这样连日的这种爆料，当然对赵建铭是很大的伤害了哈。那现在我们关心的是陈水扁，他的角色是什么？你看他讲这些文词并茂啊，这疼惜女儿，其实会引起很多社会上，特别是这种面对有渣男经验的女性那种很无限的同情。所以回过来，我先讲我的比较想表达的重点是，我觉得陈水扁这一番的这种书写，我觉得某种程度在铺陈，或者是说会鼓励陈信瑜来参政。因为一参政的话，那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要选，那不是市议员了，应该是立委了，因为市议员就马上就到了嘛而且人家都提名好了，你现在进去也不好所以就可能的话就是选立委，因为立委时间也很快啊，2028大概2027，今年是2026，大概所以2027的4月份开始就会党内提名，就初选提名而且以阿扁他的实力最强的大本营。就在台南，我就记得很清楚嘛。那时候红衫军的时候，哇，百万红衫军上街，他那时候是怎么处理？他一个处理的方式里面处理好几个方式，有一个方式什么？回到他的最支持他的地方，就台南市去讲，他有多么的委屈，他怎么样什么等等的，所以那个是大本营。我都认为陈信瑜如果来选台南市，我认为任何一个选区他都会当选。选立委可以当选，选立委也都可以当选。以现在来讲的话，女性不要忘了女性。你要说女性撑起半边天，现在不是啊，女性撑起一片天了，这快要是全部了。财政部这么大一个部有一阵子他的高阶主管都是女的。财政部的部长、次长，现在次长来一个男的，过去都是女的。哇，里面的
5个单位的署长，这个局长，国税局、北国什么台北的，还有是这个国税局、那个国税局，通通女的，几乎都是。后来就勉强有少数的1、2个男的在那里，就女的现在都很会考试嘛，所以公务员干什么的都是这样子的。那女性这种力量，她里面旁边有个老公，这个一看陈信宇这个样子，哇，就恨死赵建明。这里面来讲，这票，我认为一定是高票的。那种感觉，我就想到陈水扁那时候选台南县长的时候，还记得吧？他是被什么那个吴淑珍啊，就他老婆啊，被车子撞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半身就给他瘫痪掉。整个来讲，后面吴淑珍后来有一次也选上了，就很容易就当选了。我觉得像这样子，以他的实力，扁家的实力，在台南市是有的。那不要忘了，他陈致中他也带出来了，说因为陈水扁的关系，陈致中不能够参选是什么？因为2023年我们3读通过洗钱防治法，就相关的只要犯了这个被判刑定谳，你终身不得参选。所以陈致中没有办法选。那以扁家来讲的话，扁家来讲，你不觉得扁家来讲还是很适合来从政呢？原来在这个之前，今天这个之前，大家都不认为陈信宇是选举的料。可是你看到最近的这样一连串，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歪楼，他主要是一个把他的委屈讲出来。可是我们大家就会想到陈致中，这个陈水扁这样子的讲话，是不是有意无意的可能会让他的女儿有机会会走上这个立委？佩祥，从一个正二代看另外一个正二代嘛，那其实我会认为说，陈信宇他身为前市长千金、前第1千金，其实包袱是很重的。那如果说以预设立场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不用等到2028，他2027就有机会。因为如果讲到台南，林怡景已经正式被列为贪污治罪条例，好像所以什么时候被判不知道。但是他如果一离开，马上那个选区就空了。在台南以阿扁家族的影响力，在哪个选区不用特地等王定宇，哪个选区只要他愿意，他都会是超级黑马。所以说，如果他有这个意愿的话，其实操作是很快的。我们现在的选举讲究人设，我们讲究流量，我们讲究曝光度。那以这短这3天之内，没有人的曝光度比得上这个陈信宇。不管是毒油案件，还是国民党内的事情，还是甚至今天普发1万，其实大家也不见得普发又很好，我们还是想知道陈信宇讲什么。这就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政治生态。所以政治综艺化、综艺政治化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只是看说陈信宇小姐她自己本身的意愿怎么样。因为当你一路看着这样走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自己再跳下去？不是每个人都跟万安甚至苏巧慧一样，都愿意说正二代继续下去，那是需要有一点勇气，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当初你是被人家你因为这样是被人家严格检视过，现在重新的事情重新要再翻来一次。那如果他有这个心理准备，我想他进入状况非常非常快，因为很明显的他们整个家族都已经在准备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先。以一个正二代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愿不愿意过自己这个坎？当初他身为第1千金，有受到多少的责难？他当初当市长千金有多少的责难？那他愿不愿意再进去过那一次的这个炼狱？我用炼狱来讲，因为那段日子不好过，不管是哪一个正二代从政都不好过。而他如果愿意的话，他不用等到2028、2027就有位置，林怡景的位置，台南嘛。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很明显看得到的事情。那至于说其他的有关这个渣男，基本上就是万人唾弃嘛。我刚刚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上面也是用妻子的复仇这个韩剧的这个 label 再去做嘛。所以我会认为说，他在这个时间点，他把自己人设设立好，是不是一定要选举？不知道。但是如果他要选举，他这个人设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操作。未来在妇女权利，他自己本身是牙医，他直接攻卫环委员会，但是很重要。出反渣男专法，
这个就有点奇特了啦，因为惩治渣男特别条例，这要变特别预算吗？跟赖清德什么时候变特别预算？我们要不要变个特别预算？没有，我是说很认真的讲说，他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候选人？他会不会是甚至说未来是不是有爆发力，跟苏巧慧一样，都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他有没有那个意愿？因为身为一个还是一句话，正二代看正二代，知道说你是怎么过来的，那你愿不愿意再重新再走下去一趟？没错啦，这很重要。非常讲这个很重要。其实大部分正二代都很不喜欢当正二代，大部分都不想，都是逃避的。哦，真的是从政的正二代政党，其实非常少数的，非常少。来，这个志豪怎么看？其实，这身为四宝奶爸，我比较难去想象那样的场景哦。不过听到刚刚那几段，我觉得有几个是比较蛮有趣。第一个，刚刚这个护理师他有讲说，他其实不是去单独跟这个赵建明去参加旅游，他参加的是员工旅游。可是老板不是赵建明吗？那员工旅游可以带家人去啊，可以一起去嘛，哈。那当然讲了很多，比方说空气人哈，其实我平常讲，假设我哪天过去的经验啊，跟我老婆有点争执的时候，不用说几十年啊，大概冷战个3天我就受不了了哈，我就赶快想把它去解决。所以听起来的确啊，这一整段的剧情讲起来的确是有渣男的情节所在哈。但到底因为现在各说各话嘛哈，那个女方讲的是一段话，男方目前也有做一些回复，甚至当事人其他的当事人也都有一些回复。那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刚大家可能没有讨论到，我觉得是要认真去想，就是这2300万到底怎么办？哦，因为这个照这个阿扁的这个千金来讲哈，这个信誉来讲说，他说是这个他早年的这个薪水拿去等于说是信托还是先存款是要给这个小朋友当教育基金的，那钱现在在哪里？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赵建明可以去动用这个账户？那这个钱到底还剩下多少？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3个，好像他是都长大了吗？都成人了吗？这我不是很确定哦。如果3个子女都长大成人的话，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可以动用了嘛，因为那是给他未来做一个教育金或者他未来可以使用的一些基金哦。所以到底这笔钱在哪里？这个法律条文到底怎么写？我是觉得家长们大家可以各说各话，可是我觉得对这些小朋友已经长大成人的这笔教育基金是不适合各说各话，应该是赶快做一个比较合理而且是合法的一个状况下，赶快让他们可以去使用。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对的方向，否则的话，当初他们的对这个不管是当初妈妈的心意，或者是被爸爸拿去乱用，我觉得都需要做到一个适当的解决啦，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有钱的问题啦，就是包括那个诊所的贷款到底是谁付的？好像还各说各话哈。那另外就是子女的教育基金蛮重要的了哈。那这个钱到底怎么回事？那赵建明说他来理财，那理财你总有一个报告，对吧？对不对？几年你投资了什么？尤其最近几年股票都在涨啊，那到底投资什么？你说定存不行，那买股票应该涨啊，而且搞不好还涨了这个超过50%啦，对不对？那你这些钱在哪里？孩子将来读书要怎么用？所以有权来提这些款，这个可能都要做一个交代了。休息一下再回来。陈时中，大家都忘了，4年前蒋万安跟谁选？跟陈时中选。哦，陈时中现在回头来骂蒋万安4年没政绩没半行哦，那说应该换沈伯洋，让台北顺起来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台北的政绩之一是把辉达争取到台湾来来发展嘛，陈时中就说蒋万安面目狰狞，往脸上贴金。但陈时中讲有一点矛盾了，他说其实另外一个选举的帅哥是蒋万安。说他帅哥也不为过，但真实面目，他的面目有一点狰狞。这帅跟狰狞怎么会搞在一起呢？跟这个沈伯洋的高追比起来呢，就知道要选谁了啊！因为蒋万安没有沈伯洋高追，然后说蒋万安面目狰狞，往脸上贴金。因为呢，辉达到台北，到底是你台北市把他找来，还是他自己要到台北市来？如果他自己不来，你找他会来吗？所以就要往脸上贴金啊！因为呢，台湾有台积电一系列半导体产业，台湾是半导体里的重中之重，是全国人民的努力啊。那另外呢，蒋万安要到桃园去要到宜兰去要到宜兰去辅选吴宗宪，但是呢塞车，所以迟了50几分钟。那蒋万安说：“哎呀，很抱歉，没想到这么塞
事实上呢，到周末这个要往宜兰的北宜这个很塞的，台北到宜兰这条路非常塞，就雪隧非常塞哈。那所以呢，这个绿营就狂酸蒋万安，说那网友说主要因为同玩节闭幕，所以车潮就更塞了，平常就很塞哦。你如果经过到宜兰那个路，平常就很塞，到了同玩节闭幕当然更塞哈。那所以沈伯洋说啊，大家都知道啊，怎么叫没有想到周六这么塞呢？平常就很塞啊。哦，那沈伯洋就回到台北市。说内湖也塞啊，塞了10年啊，塞掉人生啊，哦，那偶尔才去一次宜兰啊，内湖天天都这么塞啊。那吴宗宪竞选办公室，吴宗宪选宜兰县长，他说塞车是宜兰人长期的痛，不应该变成政治工具的这个道具，就是说你不要把你们政治的攻击、选市长的那些口水建立在宜兰人塞车的痛苦上。我们看一下。沈伯洋百工百业暨北市牙医后援会成立大会16号登场，而牙医出身、曾在选战挑战过蒋万安的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一上台，炮火就没停过。可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实在是背后中了非常非常多的箭。那句话嘛，现在听起来真的足凶人讲，这谋财害命啦。就我跟大家讲哈。没有磨到任何一分财啦。细数当年新冠肺炎疫情是如何被抹黑，陈时中喊话要选市长就要选心存善念的沈伯洋，也批评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面目狰狞。心存善念面目就会彰显出来。竟然我们另外一位在选举的帅哥，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啦。一上大的政绩伊家己讲的啦。就是辉达落脚台北啦，也是辉达选台北来落脚的，到底是什么人选什么人？事实上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嘛。狂轰蒋万安的回答政绩，只不过是往脸上贴金。陈时中讲话超酸，似乎也是替沈伯洋铺梗，因为下一场活动看见台北未来大师论坛就选在士林北投举办，立委王世坚、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都来相挺，更赞沈伯洋越来越有市长相。都开始的时，安尼看无啥神，但是我逐天在看愈来愈神啊，咱一定有机会。把伊杀去台北市政府做咱的市长。善意提醒陈时中政委，4年前那场选举早就结束了，应该要放下了。您现在的身份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负责毒油案，在全国民怨沸腾的情况下，请把真相查清楚，向人民交代。狂酸蒋万安，陈时中这是把沈伯洋的选战也视作他的复仇战吗？北市呼吁4年前的选举结束了，早该放下。赖佳宇。这个所谓这个塞车塞掉10年人生的这个内湖人呢，是一个记者哦，他是在被媒体捕捉到在沈伯洋到场之前在跟同事抱怨哦，那所以其实这也是内湖人的感想啦，也就是说，所以我们争取捷运东环段啊，希望打通内湖的交通问题。我想这个洲子街啊、瑞光路这边一带，只要是周5上下班时间，真的大家都有感受到塞车问题。可是相较之下，蒋万安到宜兰去塞车，说迟到1个小时，这件事情其实也凸显说，蒋万安对于整个北基宜这个大生活圈是不是非常的不熟悉？因为对于台北市民来讲，也有很多从宜兰通勤来台北上班的人，其实非常的多。那其实对于通勤族来讲，这个塞车的问题，就是一直以来大家认为说，这些市长们应该要一起来共同解决的。所以今天蒋万安不能置身事外，甚至吴宗宪这个蒋万安如果要联合竞选，也应该要把这些政见让大家能够看到。而且呢，如果蒋万安真的不了解宜兰的这个隧道塞车的问题，那也可以问一下林国章啊，我们林国章就很清楚，可以告诉他提前什么时候出发。可是就回到沈伯洋，其实沈伯洋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积极，提出很多的政见不管是 running station 让这些愿意去注重健康的这些跑者，或是愿意这个健身的人，他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一个环境能够去沐浴等等的这些方式，让他在通勤的上班时间不要耽误太多的
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见。而且呢，他也想到说，大家在这个临托年轻人可能会遇到的这些困难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实他一直抛出新的政见，可是相较之下，蒋万安好像好整以暇，觉得说，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到处宜兰花莲去辅选，去跑选举。可是对于台北的本命区，现在看起来沈伯洋一直在抛政见，一直在刺激，可是蒋万安好像一副无所事事，而且完全不重视台北市的状况哦。那我觉得这对蒋万安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那志豪议员。其实我觉得，如以陈时中来讲，我看起来他就是在打一个复仇战了哈，就是上次选举的，因为还没这个了结哦，这心情还是很生气了哈。尤其我觉得他去评论这个。我这样讲哈，蒋万安到底有没有政绩，大家可以去自受公平啦。可是如果说他完全没有政绩，好像也不太对，哦。尤其在打辉达，我们知道辉达他就本来就是在台湾扩大布局是没有问题，那他为什么要选择台北？如果只是辉达选择台北，或许陈时中这一题可以讲得过去。可是看起来台北政府在这个土地的都市计划、行政协调或者基础设施等等都有尽到一点心力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大概就不言而喻哈。另外他讲到这个所谓的面目狰狞，我觉得其实对这个沈伯洋未必加分哈。现在我觉得台北市的市民都是比较理性哈、比较中性的这个来看待这些选举。那你对人格上或者是外貌上的一些批评，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适当哦。那话说回来，如果说沈伯洋对他自己非常有信心，或者说陈时中对沈伯洋非常有信心，那我想听听看他们到底他的政见。我们刚刚讨论那么多，第一题前提有讨论到社宅嘛。到底沈伯洋或者绿营对我们台北市的社宅，或者甚至对我们这北基这边的社宅的一些所谓的规划或者想法，到底有没有？我说真的，我到现在没有听到哈。交通刚刚讲得很好啊，内湖的交通，请问一下沈伯洋要怎么解？我觉得我们台北市民比较希望能够听到一个比较精准、精确的一个，真的是实体可以做到的一个有愿景的一个政见，大家才听得进去哦。然后自然。沈伯洋怎么解？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到，所以我是觉得说选战的政治攻防难免哦。但是我认为台北市来讲，大家想要看到的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实际、可行，而且是有愿景的政见，才能够虏获我们台北市民的心。杨斌，我是觉得台北市长的这个选战打到今天，非常没有聚焦，也没有真正的火花。尤其绿营一些大咖的站台者，整天要从外貌来做文章。我说你就算把沈伯洋称赞为100个帅，说蒋万安虽帅，可是他的帅有瑕疵，那又如何呢？大家是凭借着这个帅度来选市长的吗？真的吗？我是觉得绿营一直没有打到对要害啦。譬如说这个沈伯洋提到现在，就像刚才这个高嘉瑜也有提到的这个政见啊，我都感觉。好像没有很大的必要性，譬如说在捷运设洗澡间，这是大家现在觉得很需要的吗？尤其台湾大家也知道，台北市是一个相当小的城市，你选择的，尤其我们的运动中心又非常的普及，从马英九开始有很好的传统，每一区都有设很好的运动中心，公园也都是在你家的社区公园。你并不是像有些国家城市，你要跑半个城，你才可以去运动。所以你洗完澡你就立刻回家，或者是那些相关的设施都可以 shower 啊。你有必要把我们现在营运的很好的捷运又去破坏它的生态吗？总之，他都提一些听起来好像煞有介事，可是实际深究下去有多此一举的政见，我觉得真的这次的选举很没营养。今天最新的是说，台北市有夜间市长。夜间管那特种营业，夜间市长，我觉得无事生非吧。我觉得这样子啦，高嘉瑜讲说这个蒋万安的政见没有，你 Google 一下都有他一堆政见的，不是没有了。比如说他照顾幼托啦，这个小福利政策等等的 AI 治理城市等等的，辉达要坐落在台北市是不简单的啦。这里面来讲，它要一块完整的地啊，怎么挑？然后里面很多的 infrastructure